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龙与地下城2代》。今天是第2期，攻略到了第6关。地面上绿色的是魔法耳环，装备之后，人物的魔法攻击力上升。这里的地形正好可以卡位，所以给大家演示一下盗贼的特殊道具——投石锁。手快的话可以直接按出5发，但是收招的时候硬值非常的大，攻击力还是可以的。卡位的这个点不止可以扔石头，也可以用刀砍。上一期咱们攻略了游戏的前5关，还有第6关开头的 BOSS 刺猬师。现在是第6关的中间部分。被烧了一下，游戏的流程还是比较长的，并且根据打法不一样，每关消耗的时间也不一样。在上一期的时候我也提到了，如果是摊分的玩法，这款游戏可以打2个小时左右，但我的打法就是一个常规的，整体流程估计是1个小时左右。很多的敌人其实是可以不用清的，见到出口了可以直接过关。这里的不死系的骷髅兵我就没打。继续使用咱们的投石锁，好处就是它是一个远程的攻击，而且不消耗弹药数。单发的话硬值就小多了，但是输出也比较低。箱子里边开出的戒指是电戒，可以当做电魔法来使用。这个道具在上一座也有。对盗贼来说，电戒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打红龙。这里的石像鬼我拿出了属性剑，因为石像鬼吃魔法系的攻击，好在它的血量不多。这2只暗影精灵，他俩清掉咱们就走吧。在目前这个位置其实也可以开始积攒电戒了，但是我身上的地方不太够。好在游戏后面还有商店可以买到。洞口出现了，可以直接走。这个场景咱们要快点通过。把宝箱捡一捡。电戒又给了2个，敌人太多了，咱们走人吧。这里就是本章的 BOSS 战，上边穿红色斗篷的就是2代的最终 BOSS 红龙塞恩。这里打的 BOSS 是巫妖，看起来和初代的戴莫斯几乎是一样的。打他的话匕首比较好用，属性剑也可以，但是盗贼的平 A 也就第1下能用，所以我就用属性剑来打了。属性剑的突进攻击可以打他2下。他血量不多了，再来1下带走。如果前边咱们多撞一撞狗头人的话，可以多拿一些匕首，那样的话就可以1个匕首，然后再 A 一下或者1个突进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戴莫斯也就是这里的巫妖，本体是有碰撞伤害的，所以你突进技之后最好还是要躲一下，窜一下线。
这个家伙攻击力很高，打了我一下，没少掉血。来到了第7关，破坏丛林。第7关的流程不长，这里有一个大瓶的血，我还是守护一下吧。这个牌子最好是之前你先读一下，因为后面在这里就打 BOSS 了。刚刚这只哥布林躺在地上不起来呀，我只好上去补刀了。血量加满了，一会儿打的 BOSS 也是老面孔了。初代的一位兽，但是2代的一位兽我感觉动作上比1代的要敏捷很多。血量1条半还多，但是盗贼打他还是比较简单的，跟住本体就可以了。有影子的就是本体，这个信息咱们在初代已经知道了。一位兽可以打出2个道具，一个是皮，一个是眼睛。皮在后面的商店里可以换到一个位移斗篷，作用是免疫远程的伤害。这里还打出了眼睛，眼睛的作用是在你隐身之后可以出2招，不破你的隐身效果。刚刚地面还有一个加血的戒指，但是我刚才去回忆眼睛的作用了，所以错过了。不过没关系啊，一会儿咱们进入侏儒村的隐藏商店可以再买。整理一下我的道具吧，地方有一点紧张，换了一个位移斗篷，买一点油瓶。第8关也是一个分支点 ，A 路线是迷失森林，需要走特定的路线才能走出来。如果你故意在里边犯错的话，会打很久。当然了，这是一些贪分的玩法比较喜欢的路线。我走的是 B 路线，侏儒村，为了在隐藏商店里边买戒指。后面的流程里，我大概需要至少4个电戒，最好有2个闪光戒指，回血戒指大概3个左右。流程当中也会给一些，所以说不是很缺。电戒和闪光戒指主要是涉及到一些 BOSS 的速通，加血戒指主要是涉及到解锁传说之剑。这个骷髅差一下没有连到。我道具栏的最后一个道具就是位移斗篷，咱们就不再惧怕远程伤害了。倒数第2个道具可以免疫石化还有麻痹。前边2个道具兜帽还有斗篷，对盗贼来说都没有用。现在咱们也没有鞋，也没有手套，更没有盾。盗贼这个职业就是不能装备盾，这也导致了他的生存能力比一些持盾的角色要差。上一期录制完之后，有很多小伙伴说这款游戏真的是不错，但很遗憾，当年没有能够玩到。2代出品于1996年，年代来说不是很晚。后面大家玩的《三国战记》，还有《西游释厄传》、《神剑传说》等等，你能够看见这款游戏的痕迹。我现在戴了一个戒指，这个戒指是防火戒指，它可以帮助咱们免疫火焰的伤害，但是它是不能免疫龙族的火焰突袭的。
这里前方不远就是 BOSS 战了。好的，在这儿站着别动，这样2只食尸鬼一会儿就自行的离开了卷轴，不用打了，后面的食尸鬼也不会再刷新。食尸鬼这个怪我觉得打起来有点难度，所以说这里就偷一个懒。后面的场景就是本关的 BOSS 战奇美拉。打奇美拉，咱们把油瓶准备好。下来之后，先给他一下倒地，然后疯狂的扔咱们的大油瓶，扔没了竟然没秒掉，又补了一刀。BOSS 已经趴在地上很久了，他的血条还没走完。18级了，这里会给咱们一个选项，问咱们要不要服用缩小的药剂。服用之后就可以进入隐藏的商店。现在人物已经变小了，和酒瓶差不多大。隐藏商店里边卖戒指、法杖，还有武器。武器包括墙上挂着的锤子，还有双手巨剑。我把我的道具栏清空了。我键盘的方向又不受控制了，到处的乱点啊！买戒指，买一个闪光，2个治疗，4个闪电，没钱了，也够了。这里是普通的商店，感觉不缺东西了。接下来就要打红龙了。这里是拉斐尔洞，咱们拿到了浮游石，可以在空中进行漂浮。首先是来到地下30层，如果咱们一直在中间，不进入这些洞口的话，可以直接通过，自由度还是很高的。我现在的攻击力已经不低了，一套连段打的血很长。这里先把诅咒之剑捡走，咱们需要不断的挥舞这把剑，才能够把它变成传说之剑。如果是空挥的话，加1点；如果挥舞的过程当中受伤了，是加2点。点数到达80，就可以解锁了。2个回血的戒指都用掉了。目前咱们默认的武器是3级了。前方就是要打红龙了，但是打红龙之前会给咱们几个选项，咱们需要按照特定的顺序去选，才能够打到它。换句话说呢，咱们也可以不那样选，直接躲过去，选2个否，选1个是。选完之后，咱们要躲一下，快点往前走。刚刚的那个屏幕是不能待了，会有一发龙烟吐息秒杀的。有手套了。这里这把巨剑其实不好用，先把电戒准备好。咱们可以先和红龙周旋，找一个机会。什么机会呢？连续砍他3剑的机会，然后放电戒。注意他的表情，出现那个表情之后，咱们放一个电戒，可以打他很多段。红龙的血量不多了，还打出了一个龙角。龙角捡起来的话，可以在商店那里换一把屠龙剑。
咱们都快解锁传说剑了，所以屠龙剑没什么用，本身它的性能也不强。落石的威胁不大，这里的火球直接变成火墙了，还是需要躲一下的。刚才咬人这招在初代也有，但是感觉动作上2代更加明显一点。这样咱们干掉了红龙。后面是第9关了，第9关也是一个分支，一共有3条路线，分别是冰洞、火洞，还有一条是矮人专用的地下水道。矮人专用是需要你选择矮人，或者是队伍里边有矮人才能够走，否则的话咱们只能够选择冰洞或者火洞。冰洞里边有一把火箭，打的 BOSS 是冰蜥蜴；火洞里边有一把冰剑，打的 BOSS 是火蜥蜴。之前咱们捡过火箭，所以说这里就走火洞，咱们去捡冰剑，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效果。另外游戏里边还有电剑，电剑我记得我没有捡，再加上长剑、短剑、屠龙剑、双手巨剑，游戏的武器还是比较多的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起三国战记的属性剑？打本关的 BOSS， 咱们拿着冰剑就可以了。地面好多的钱，我感觉我应该去滑铲一下。其实游戏当中的很多资源，还有很多道具，我都没有刻意的进行收集。如果是1代，绝不会这样的，因为2代考验的更多还是玩家的操作。尤其是像盗贼这样的角色，发现了一个血瓶，所以咱们再挥一会儿这把剑。回血的戒指，把它用掉。半血左右差不多了，不要把血量控得太少，毕竟前面还有一个 BOSS， 虽然打起来比较简单。这里我就先把冰剑掏出来，挥舞几下试试手感。BOSS 战了，除了 BOSS 之外还有小怪。其实如果只有 BOSS 自己的话，咱们可以贴 BOSS 近一点。大家注意这个 BOSS 的名字，叫做火焰沙罗曼蛇，一般俗称叫做火蜥蜴。小怪太讨厌了，他出来这一下是能撞到人的。这里其实我已经在开着连发了，并不是我手按的，我手按的话早就酸了。连发的安全性更高一点，上边还有一个铁箱子，但是我已经来不及捡了。而且我现在站住这个位置还比较理想，所以说不能轻易的动。滑铲，把地面的钱捡一下，这样就还差最后一关了。最后一关的流程比较长，本期的时间差不多了，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